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10年前的那个雨夜，我在岳父冷漠的眼神中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他说，大专学历的废物不配娶他的女儿。10年后的今天，当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时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东西不是学历能够衡量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秋风萧瑟，梧桐叶黄。我叫于雪松，今年32岁。10年前的我只是一个刚从大专毕业的普通青年。那时候的我，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爱情的执着，娶了心爱的女孩沈佩汉。她是我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，温柔善良，笑起来像春天的阳光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小酒店里举办。来的客人不多，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祝福。唯独沈佩汉的父亲程浩，从头到尾都板着一张脸，仿佛谁欠了他800万似的。大专毕业能有什么出息？程浩在婚礼后的第2天就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里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我的不满。他是市里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，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人物，但在他的认知里，女婿至少也应该是个本科生。程叔叔，我会努力的。我当时还很年轻，面对岳父的质疑，只能用这样苍白的话语来回应。程浩冷笑一声，点燃了一支烟。努力？你知道佩汉有多优秀吗？他本科毕业，在银行工作，前途无量。而你呢？一个大专生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却又无法反驳。确实，当时的我只是在一家小公司做着最基础的销售工作，月薪3000多，连养活自己都勉强。给你1年时间，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，就主动离开佩汉。程浩的话像一把刀子，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心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沈佩汉躺在我们的小租房里，他依偎在我的怀中，轻声问道：雪松，爸爸今天找你说什么了？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强颜欢笑：没什么，就是让我好好工作。沈佩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头看着我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相信你。他的眼神那么清澈，那么真诚，让我内心的坚冰瞬间融化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证明给程浩看，学历不代表一切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疯狂地学习各种技能，白天在公司努力工作，晚上回家就钻研计算机编程、市场营销、财务管理等各种知识。沈佩汉总是陪在我身边，为我泡茶，替我按摩肩膀，从不抱怨我的忙碌。那段时光虽然辛苦，但我们彼此相依，感觉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终于要有所突破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。那是婚后的第8个月，沈佩汉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：雪松，我可能要升职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神情有些复杂，手里拿着一份通知书。我放下手中的编程教材，走过去坐在他身边。这是好事啊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？沈佩汉把通知书递给我，银行要派我去省城的总部工作，职位是副主管，薪水比现在高1倍。我看着通知书上的内容，心情五味杂陈。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对沈佩汉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。但是省城离我们现在的城市有300多公里，如果他去了，我们就要分居两地。你想去吗？我问他。沈佩汉咬着嘴唇，看起来很纠结。这个机会很难得，但是我舍不得离开你。我沉默了很久，
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，去吧，这对你的前途很重要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可以找机会调到省城，或者周末去看你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以我当时的能力，想要在省城找到合适的工作几乎不可能。但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耽误了沈佩汉的前程。程浩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佩汉，这是你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话中有话地说道：有些人注定是要被时代抛弃的，你不能因为感情而毁了自己的前途。我知道他在暗指什么，但是依然选择了沉默。沈佩汉临走的那天，我送他到火车站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雪松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我强忍着内心的不舍，笑着说：去吧，我会想办法尽快过去找你的。火车启动了，沈佩汉透过车窗向我挥手，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撕成了两半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开始了异地恋的生活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通过电话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。沈佩汉在省城的工作很顺利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，同事们都很喜欢他，而我依然在原来的小公司里苦苦挣扎。我投了无数份简历到省城的各家公司，但是回音寥寥。偶尔有几家公司给我面试机会，但看到我的大专学历后，都礼貌地拒绝了我。对不起，我们公司要求本科以上学历。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，每一次都像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沈佩汉和我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他总是说工作很忙，要加班，要应酬。我理解他的辛苦，但是内心的空虚感却越来越强烈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却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佩汉不在，他在开会。那个声音很年轻，很自信，和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问沈佩汉那个人是谁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同事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果然，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。那是沈佩汉离开后的第4个月，他回来了一趟，但是这一次，他的神情和以前完全不同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雪松，我们谈谈吧。他坐在我对面，双手交叠在膝盖上，看起来很正式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你是不是遇到了别人？我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虑。沈佩汉低下了头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：雪松，我们不合适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。他的话像一把刀子，每个字都在我心上划下深深的伤痕。我在省城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，而你……他没有说完，但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我感觉自己的世界在瞬间坍塌。那个曾经说永远相信我的女孩，如今却要离我而去，是因为那个男人吗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沈佩汉点了点头。他叫魏博涛，是我们银行的业务主管，本科毕业，家境很好。他的话让我彻底绝望了。原来在他心中，我始终不如一个本科生。佩汉，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那都是过去了。他打断了我的话，眼神变得更加冷漠。雪松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句话像晴天霹雳一样击中了我，我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。不，我不同意。我拼命地摇头，试图挽回这段感情。佩汉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好的。但是沈佩汉的态度已经很坚决了。雪松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们真的不适合，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沈佩汉去开门，程浩走了进来。
他看到我们两个的表情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。看来佩汉已经告诉你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支烟。于雪松，我早就说过，你配不上我女儿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佩汉在省城发展的多好，而你呢，还是原来那个一无所有的大专生。他的话字字诛心，让我无法反驳。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主动和佩汉离婚，我给你10万块钱作为补偿。程浩从包里掏出了一张支票，放在桌子上。拿着这笔钱，你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我看着那张支票，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我不要你的钱！我愤怒地站了起来。我也不会和佩汉离婚的。程浩冷笑着摇了摇头。年轻人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以为感情能当饭吃吗？佩汉现在的年薪是你的10倍，他的同事朋友都是社会精英，而你呢？你能给他什么？他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再说了，佩汉已经有了新的选择，你这样纠缠下去有意思吗？我看向沈佩汉，希望他能为我们的感情说句话，但是他只是冷漠地看着我，没有任何表示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程浩不断地给我施压，他找到了我的公司，和我老板谈话，暗示如果我继续纠缠他女儿，他会让我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我的老板是个现实的商人，听到这番话后，脸色立刻变了。第2天，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。小鱼啊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他的语气很含蓄，但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再不妥协，恐怕连这份工作都保不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，看着墙上我和沈佩汉的结婚照，心如刀绞。照片里的我们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纯真，仿佛全世界都在我们脚下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都成了泡影。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是沈佩汉打来的。雪松，我明天就要回省城了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把这件事情了结吧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佩汉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我做最后的挣扎。我已经决定了。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吗？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。雪松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挂了电话后，我整夜未眠。第2天，下着小雨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我来到民政局，沈佩汉已经在那里等我了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，头发盘得很精致，看起来干练而优雅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沈佩汉吗？程浩也来了，他站在沈佩汉身边，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于雪松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怜悯。年轻人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佩汉还年轻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看着沈佩汉。我们进去吧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是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工作人员把2本离婚证递给我们。我接过证书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程浩再次递给我那张支票，拿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看了看支票，又看了看沈佩汉，他始终低着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我不需要。我把支票撕成了碎片，任由它们在雨中飞舞。程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我没有回答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程浩的声音：于雪松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不要再纠缠佩汉了，否则的话，你在这个城市将寸步难行。我没有回头，只是加快了脚步。
雨越下越大，打在我的脸上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。那一天，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离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。程浩确实说到做到，他利用自己在这个城市的人脉关系，让我处处碰壁。我的工作没了，房子也租不起了，只能搬到城郊的一个小平房里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想起和沈佩汉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想起他的笑容，想起他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。但是现实很残酷，我必须面对一个人的生活。为了生存，我开始四处打零工，白天在建筑工地搬砖，晚上在餐厅刷盘子，周末去夜市摆摊卖小商品。那段时间真的很苦，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坚强。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就会想起程浩那张得意的脸，想起他说我是废物的话。我发誓，总有一天要让他刮目相看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，他叫董德海，是一家新兴科技公司的老板。那天我在网吧里查找工作信息，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他的电脑上，我赶紧道歉，拿纸巾帮他擦拭，却发现他的屏幕上显示着一段复杂的编程代码。你懂编程？董德海看到我在看他的代码，有些好奇地问道。懂一点点，我如实回答。虽然我是大专毕业，但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我自学了很多编程知识。董德海让我看了看他遇到的问题，我仔细分析后，指出了代码中的几个错误。年轻人，你很不错啊！董德海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有没有兴趣到我公司工作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经过一番交谈，我了解到董德海的公司刚刚起步，正需要技术人员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救命稻草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董德海是个很有眼光的老板，他不在乎我的学历，只看重我的能力。在他的公司里，我如鱼得水，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。我负责开发一个电商平台的后端系统，虽然工作强度很大，但是我乐在其中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学习新的技术，研究市场趋势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董德海看到我的努力，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和责任。渐渐的，我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员成长为公司的技术主管。与此同时，公司的业务也蒸蒸日上，我们开发的电商平台获得了巨大成功。3年后，董德海决定让我入股公司，我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了股东。5年后，公司在创业板成功上市，我的身家也达到了数千万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屈辱，也没有忘记程浩和沈佩汉。有时候深夜时分，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沈佩汉没有离开我，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但是时间不会倒流，感情也不会重来，我只能把这些想念埋在心底，继续向前走。随着事业的成功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套豪华公寓，开上了进口豪车，出入各种高档场所，但是内心的孤独却越来越强烈。我尝试过交往其他女孩，但是始终无法忘记沈佩汉，她就像一根刺，深深地扎在我心里，无法拔出。偶尔我也会打听她的消息，听说她和那个魏博涛结婚了，在省城过得很好。听说她升职了，成为了银行的副行长。每当听到这些消息，我的心情都很复杂。我为她的成功感到高兴，但同时也为失去她而痛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请问是于雪松先生吗？
电话那边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：“请问你是？我是沈佩汉的朋友，他出事了。”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她怎么了？她的丈夫魏博涛出轨了，现在闹离婚。佩汉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担心他会做傻事。电话挂了之后，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10年了，但是听到他遇到困难，我的心还是会疼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我在想是否应该去看看他，但是理智告诉我，我们已经是陌生人了，他的事情与我无关。可是感情上，我始终无法做到完全放下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命运再次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。董德海决定在省城开设分公司，让我去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。雪松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省城是个大市场，前景无限。董德海的话让我心动了，不是因为事业上的考虑，而是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去省城，去那个沈佩汉生活的城市。虽然我不知道见到他之后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。10年了，是时候了结这段恩怨了。于是我接受了董德海的提议，准备前往省城。在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翻出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放着我和沈佩汉的结婚戒指，还有我们曾经的合照。看着照片中年轻的自己，我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10年前的于雪松是个一无所有的大专生，而现在的我已经是身家数千万的成功商人。我变了，他也变了，这个世界也变了，但是有些东西却永远不会变，比如那些美好的回忆，比如心底深处的那份眷恋。省城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繁华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。我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，开始筹备分公司的业务。虽然表面上我专心工作，但是心里始终想着沈佩汉的事情。我想去见他，但是又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出现，前夫、朋友还是陌生人。经过几天的纠结，我还是决定先了解一下他的近况。通过一些朋友的关系，我打听到了沈佩汉的地址和工作单位。他现在住在城东的一个高档小区里，开着一辆白色的奥迪车，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得很不错，但是知情人都说他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。她的丈夫魏博涛是个花花公子，结婚后还在外面拈花惹草。沈佩汉为了维持婚姻的体面，一直忍气吞声，直到最近魏博涛的出轨行为被媒体曝光，他才下定决心离婚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，我为他遭受的痛苦感到心疼，但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。当初那个看不起我的魏博涛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那天下午，我开车经过他工作的银行，远远的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沈佩汉。10年过去了，她变得更加成熟美丽，身上有种职业女性特有的干练气质，但是我也能看出，她的眼神中有着深深的疲惫和忧伤。我停下车，静静地看着她。她走出银行大门，站在路边等出租车。秋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伸手理了理。这个小动作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她，那时候的她也喜欢这样理头发，每次都让我心动不已。我很想下车去和她打招呼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。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10年的时光，还有太多的恩怨和误解。看着她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我的心里空落落的。也许有些人注定只能在记忆中相见，可是命运似乎不想让我们这样错过。就在第2天，我的助理告诉我，银行的人来了，说是要和我们谈业务合作的事情。
是哪家银行？我随口问道。建设银行省城分行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，那不正是沈佩汉工作的银行吗？来的是什么人？一个姓沈的副行长，说是专门负责企业客户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几分钟后，会议室的门推开了，沈佩汉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2个男同事。他显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就恢复了职业化的笑容。于总，你好。他伸出手，很正式地和我握手。沈副行长，你好。我们的手触碰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有一股电流通过全身，他也有所察觉，很快就松开了手。整个谈判过程中，我们都表现得很专业，没有任何私人感情的流露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偶尔会停留在我身上，眼神中有着复杂的情绪。谈判结束后，他的同事先离开了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你变了很多。沈佩汉先开口了。你也是。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，10年的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没想到你会来省城发展。沈佩汉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显然内心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。是啊，10年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心情同样复杂。听说你离婚了。虽然早就知道这件事，但是我还是想从他口中得到确认。沈佩汉苦笑了一下。是啊，看来消息传得很快，我很遗憾。遗憾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情绪。于雪松，你是在嘲笑我吗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我摇了摇头。佩汉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希望你能过得好。他的眼圈红了，似乎想哭，但又强忍着。过得好？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他的声音变得哽咽。魏伯涛根本不爱我，他娶我只是因为我的工作稳定，能给他带来好处。结婚后，他变本加厉地在外面寻花问柳，我像个傻子一样为他守着一个空壳婚姻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每当深夜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我们以前的时光，想起你为了我努力学习的样子，想起你温柔地为我泡茶的样子。他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雪松，我错了，我当初真的错了。看到他哭泣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想上前安慰他，但是理智告诉我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佩汉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你重获自由了，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他擦了擦眼泪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雪松，你恨我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恨吗？我想我是恨过的，恨他的背叛，恨他的冷漠，恨他选择了物质而放弃了感情。但是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发现心中的恨意已经消散了，不恨了。这些年我也想明白了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你选择了你认为更好的道路，虽然结果不如意，但这是你的选择。沈佩汉看着我，眼神中有着深深的愧疚。雪松，你变得这么优秀，我真的为你高兴。他停顿了一下。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你，也许我们现在会很幸福。也许吧。我苦笑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如果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董德海打来的，询问和银行谈合作的情况。我简单的汇报了一下，然后挂了电话。沈佩汉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恢复了职业女性的形象。雪松，我们的合作项目我会认真对待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他走到门口，突然回过头来。雪松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作为朋友见个面吗？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好的。
他笑了，那是10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暖流。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和沈佩汉因为工作上的合作经常见面。每次见面，我们都尽量保持着职业化的态度，但是私下里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银行副行长，我也不再是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大专生。我们都成熟了很多，也学会了如何正确地面对过去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谈完工作后，他主动提议一起去喝咖啡。我们坐在咖啡厅里，聊着各自这10年的经历。雪松，你知道吗？这10年来，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初听信了我爸的话。沈佩汉端着咖啡杯，眼神有些飘忽。你爸爸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想起了程浩，那个曾经羞辱过我的男人。沈佩汉苦笑了一下。几年前，他的公司出了问题，被调查了，现在已经退休在家，整天闷闷不乐的。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幸灾乐祸的情绪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他经常跟我说，如果当初没有逼你和我离婚就好了，说你现在这么成功，是他看走眼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10年前，程浩看不起我，10年后，他却后悔了。这就是现实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只看眼前的利益，看不到一个人的潜力。雪松，我爸想见见你，向你道歉。沈佩汉小心翼翼地说道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我沉思了一会儿，其实我对程浩已经没有什么恨意了。成功的喜悦早就冲淡了当年的屈辱。好吧，我可以见见他。沈佩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点了点头。过去的事情确实该有个了结了。第2天，沈佩汉带我去了他父亲的家。程浩住在一个普通的老小区里，房子不大，装修也很简陋。和10年前那个趾高气扬的国企中层形象相比，现在的他显得苍老了很多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程浩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，有愧疚，有后悔，还有一丝说不出的恐惧。雪松，你来了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程浩给我倒了茶，然后坐在我对面。雪松，我要向你道歉。他低下了头，声音很小。10年前是我眼瞎了，看不出你的潜力。我不该那样对你，不该逼你和佩汉离婚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后悔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一定不会那样做。程浩的眼圈红了，看起来真的很后悔。佩汉这些年过得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房间里安静了下来，只能听到时钟滴答的声音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开口说话。程叔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我没有怪你。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过得好，当时的你做出那样的选择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程浩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惊讶。雪松，你真的不恨我吗？恨是一种很累的情绪，我不想让它继续影响我的生活。程浩的眼泪流了下来。雪松，你是个好人，是我当初瞎了眼，看不出你的好。我站了起来，准备离开。程叔叔，好好保重身体吧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看了看沈佩汉，他的眼中满含着感激。我知道这次见面对他来说很重要，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恩怨真正了结了。离开程浩的家后，我和沈佩汉在小区门口的咖啡店里坐下，他的眼圈还有些红，显然刚才的场面让他很感动。雪松，谢谢你。他握着咖啡杯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谢谢你能原谅我爸爸，也谢谢你能原谅我。佩汉，我说过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看着他，心情很复杂。我们都要向前看，向前看。他重复着我的话，眼神有些迷茫。雪松，你说我们还有可能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。我知道他在问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10年了，我们都变了太多。虽然心中还有对他的眷恋，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佩汉，我们都不是10年前的那个人了。我的声音很轻，那份纯真的感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过。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还是忍不住想问。看着他哭泣的样子，我的心很痛，但是我知道，给他虚假的希望只会让他更痛苦。佩汉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机会遇到真正爱你的人。我伸手轻抚了一下他的脸颊，擦掉了他的眼泪，忘掉过去的痛苦，重新开始吧。他握住了我的手。那你呢？你会重新开始吗？我也会的，我们都会的。那天之后，我们的合作项目顺利完成了，沈佩汉也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，重新获得了自由。我们偶尔还会见面，但是都是以朋友的身份。渐渐的，他脸上的愁容消散了，重新绽放出了笑容。有一天，他告诉我他交了新男友，是个很不错的律师。我衷心的为他祝福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也遇到了现在的妻子，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沈佩汉也来了，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裙子，笑得很灿烂。雪松，恭喜你！她真诚地祝福着我，也恭喜你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婚礼结束后，她走到我面前，雪松，谢谢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她的眼中没有眼泪，只有深深的感激。虽然我们没能走到最后，但是那份美好的回忆会伴随我一生。佩汉，也谢谢你，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些经历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他笑了，转身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真正结束了。那个秋天的傍晚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。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。10年前的那个雨夜，我在屈辱中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人生的巅峰，拥有了事业、财富和真正的爱情。程浩说我是废物，命运却证明了他的错误。沈佩汉选择了离开，却在10年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变数和惊喜。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经历，最终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。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，最终会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代价。而你，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的价值。10年前的雨夜，我失去了爱情；10年后的今天，我得到了整个世界。这就是人生，有失必有得，有苦必有甜。关键是你要相信自己，永远不要放弃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。就像10年前那个绝望的夜晚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的今天，我会站在这里，俯瞰着这座城市，内心充满了平静和满足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配角。有些人会陪你走很远，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。但不管怎样，每一段经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教会了你坚强；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教会了你感恩；那些爱过你的人，教会了你什么是真情。而你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，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
我收拾好桌上的文件，准备回家。家里有温柔的妻子在等我，有热腾腾的饭菜在等我。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，平凡而幸福。10年前的那个雨夜，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份屈辱，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会跌倒，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。而我就是这样的强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